Rev Mesh 哦，它有降档补油哦，很棒。也蛮好上的哦，这辆车哦。虽然扭力不大，250罢了，它不像 S30那些啊，会给到你有320、350的扭力。已经 feel 到那个过弯的时候那种感觉哦，哇哦，又是北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 Eder 不是一个车评，只是 POV 啦。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欢迎回到来 POV 跟定range系列了。如果你们看我上一集视频，这辆19325i 开上来云顶三角的，那这个视频就会把它给开上云顶跑一跑。我们来看一下2.5的 Inline 6上山会到底会怎么样啦？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呢，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，记得按下订阅，那我更新新影片的时候呢，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。好，话不多说，我们上山了 ，Let's go。基本上它是没有太多改装啦，全部新的车脚，包括后面的 Stabilizer Link。非常感谢本节视频车主 Eric， 现在可以给我知道原来他的车脚全部换 M3了。比如说 Lower Arm 啊，它的 Stabilizer Link 啊，后面的刚刚换了。避震器方面是用着日本的 Argus 的一个品牌，可以开 camber 的。前6后4的刹车卡钳都是来自于 AP Racing 的。前面是一个 Yokohama Blue Earth GT， 尺寸为225/40R18， 后面为255/35R18 R1004哦。引擎方面是一个原装的 N52B25的一个直列6缸自然吸气引擎啊，配搭着6速的 GM 变速箱，原装有218匹马力，还有250个牛顿米。闪，关掉 compressor， 开一些窗，听一下声浪哈，换过 muffler 哦，后面哦，还有一点点的声浪的声音啊。我们直接进入它的 Sport 手动模式吧，现在是 M1。这辆车由于它是没有水温跟油温表啦，不像 F30这样有给一个油温表，所以就 Eric 加了一个 OBD 的 sensor， 93度哦，现在94度，所以到100度之后呢，它将会开启一个 high speed fan 啊，原本是 low speed 的嘛，会切换哈。可是现在云顶比较冷啊，因为在新年的期间这样子啊，我会比较喜欢啊，车会比较凉爽凉快一点的。OK， 这辆车是一个 GM 的6速变速箱，可是我觉得它的那种换挡的逻辑跟它的那个速度还是不错的哈。当然你不要拿那个8 Speed ZF 啦，8 HP 来比啦，新的8 Speed 还是比较有优势的，分的齿轮都会比较密，而且190哦是宝马3系里面最后一代的自吸引擎哦，你买 F30那些没有的找到 NA 的，全部都是 Turbo。我觉得如果4、5千之后再上山换牙很奇怪的那感觉，一换牙了之后那个车瞬间没有力量，还要等4000转以后才是它的那个天堂。哇，还有 Rev Mesh 哦，这辆车。
叫声啊，轮胎。那个是提醒什么东西呢？叫我换牙是吗？啊，set 在6000转。哦，你 set 在6000转。哇，我这样几个弯之后，我 feel 到它跟 F30的很大分别是在它的方向盘的回馈。F30它已经很直接了 ，F30，但是你会感觉到这种 hydraulic 的方向盘更加与人与车之间沟通更加的多，更加的好。连这个路啊不平，它都可以感觉得到哦。你看跟三角有没有很大分别？那个这边雾多。这样 NA 车给不到现在德波车那种感觉，就是那个力慢慢的上，慢慢的上，然后德波车就是2000转来的嘛，所以呢，就是你不用什么照顾转速了，这样 NA 车就是要照顾转速啦，要给它尽量维持在一个最高扭力峰值啊的转速这样子。我那种 inline six 声音，虽然不用拉高噪，我都听到那种沉那种声音，非常的好听。有 rev mesh 哦，它有降档补油哦，很棒。也蛮好上的哦，这辆车哦。虽然扭力不大，250罢了，它不像 F30那些啊，会给到你有300或者350的扭力。车身会比 F30重一点啦，感觉到车夹上面啊，因为 F30它在它的车夹上面做了一点小改进的这个材质啊，所以感觉到车身会比较轻，这是真的啦。这辆车大概 feel 到有1500公斤左右哦，看不到路。可是它的操控还是不错的，这辆车的前面是用着一个 McPherson 麦花臣，可是 subframe 那些都是 aluminium 的啦，原装来讲，然后加了一些 link 啊。然后后面是一个 5 link multi link， 它跟我们一般上日系车的那种 multi link 不一样，它多了几个 bush 啊。已经 feel 到那个过弯的时候那种感觉哦。哇哦，又是北栅，直接进龙岗，欧力哦。想一想，现在这辆车的价钱卖这3万多、4万块，就是一辆你买北栅跟阿夏这种价钱。可是你拥有这个动力跟操控。我还有发现到一点哦，它的油门踏板跟它的刹车踏板呢，它没有像 G20那种太靠近啊，我会一直踏错油啊，这个不会耶。旧款车的设计不错。这么我越跑越冷这样感觉了，89度、88度，是哦，像88度吧。impressive， 真的，我没有想到它那个退牙的时候，它会有那种补油啊，我以为以前旧的没有，可是这个有，不错，加分。哇，那个 brake 踩起来很有力道啊，但是要踩深一点啊，前6后4就是不一样。
因为它会自己换牙的哦，偷了那里面。保护牙箱一下。哇，安迪自己架上云顶，我这样架了这样多云顶山路以来啊，我遇到上山的都是很多女强人了，难道是女人比较爱赌一点呢？离题化一下，不知道。安迪有空啊，等下下午赌完了之后，下午下山去煮饭给孩子吃。这个车哦，载人通常会过那种大半会容易割到车底嘛，一点点啊，因为已经是 lower 了啊，毕竟。重点就是坏了，我的护板换了前轮。哦。不错嘛，3000多转的感觉过后，越高转越有力。威力很好。哦，威力不错。如果要经常驾山路的朋友们呢，买3系列就是还是不错选择。5系列的话是给highway驾会比较爽啊。听到那个 intake 的声音啊，你换过那个 filter 啊，不是 ABMC， 它吸气那种声音，蛮好听一下的。当然，这种6速的变速箱呢，因为它的齿轮比没有8速那个 ZF 啊，就是后期的 F30那副啊，它给到那种分的比较密啊，所以你那个换挡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个对于加速跟上山很好用。这个6速还是毕竟分的有一点远，所以看我拉高转了之后再升档，它跌到去4500转，我觉得它可以如果再密一点的话，会更加的爽啊！我觉得多一个牙就好。多一个牙，它密一点。我觉得加 NA 的后驱啊，上山会好过我加 F30 Turbo， 你知道为什么吗？F30 Turbo 一点一点油门 ，Turbo 一 kick in， 它的那个后驱啊，就会开始会有一点甩的倾向。加 NA 还好哎，顺向上。如果你们看了我之前8万的影片呢，你觉得这辆车漂亮的话呢，想要购买，其实 Eric 是有意思要放的啦。这辆车的 condition 是不错的。如果你想要找这个年份2010年的E90宝马，想要好看的车，要照顾车的很难找了的。这辆车基本上内饰啊真的是很美很新，外观也是，而且它是一手车到现在的漆没有喷过，还是美美的。所以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络我，然后呢，我会给你 Eric 的号码，你们可以联络他去看车。而且这辆车是 M Sport 哦，不是改出来的哦。椅子啊那些也都是 M Sport 的，所以你看我过弯的时候，即使那个幅度再大，它的那个腰部支撑还是非常棒的。这种车，欧洲车啊，比像日本车呢，动力真是差太远了。如果你相比这个同个年份的 IS250，我们说的日系车也是后驱嘛 ，IS250的动力会没有这么暴力，我感觉这样会，为什么感觉到它的贴背感会比较有哦？大家同样是250个牛顿米，可能是牙箱的关系，我觉得。欧洲车的牙箱它比较 direct 啊，直接啊，动力流失少。
可是我用这个manual mode的时候，比如说我在3号档啊，我在踩大油下去，它会给我自动降2号的哦，它好像有点像半自动这样。这副 hydraulic steering 很直接，比起我家的 F30更加的 direct driver's car man。我开始在真正大踩我那个 brake 一下，上课没有什么用到 brake roll。那个路真的是啊，铺了之后又再烂掉。上个几天我来的时候，那个路还 OK 的嘞。所以现在还没有到100度哈，完全就是 high speed fan 还没有开。因为我们跑快那个进风也是比较多了，比较快了啊，而且这边又冷哦。我觉得新手要驾宝马后驱车上山的话，驾这种 NA 是最好的，因为它比较没有这么暴力了。这我们过弯的时候呢，你那个甩尾的情况也是比较没有这么多。不错啦，这个190是我预期那种好驾的，而且它更加好驾过 F30是真的啦。它整个操控来讲，它的那个回馈 ，F30是快，是真的快，可是它给不了你这种 inline-6 这种高转窒息啊，然后悦耳的声音啊，这个是不同的享受啦，真的。不一样的东西啊，Turbo 跟 NA， 所以世界上有2种人，一个用 Google Map 的，一个用 Waze 的，是不是？连驾车的也是嘛，喜欢车的一个是 NA， 一个是 Turbo 嘛。那现在多了一个 category 出来啦，就是驾电动的车。那电动车不是在我们的喜欢车里面的一个领域啦，因为那个是新时代的嘛，然后它给不到你真正的那种体验到，就好像你抽香烟跟抽电子烟的分别，他们讲的，人家有些抽烟呢是要享受它点烟的那种过程啊，从开始点火，我开始放在嘴里，慢慢的吸，啊，那种感觉不同。现在的水温是86度这样。我们这种驾 NA 车的人哦，它的唯一一个好处就是它的油温跟水温都不会太高，它不像德波车这样会比较热一点。Eric 有跟我讲过，这辆车因为没有德波啦，所以是蛮容易照顾的车。就是上一集影片所说的油跟水啊，就这样而已。没有想到一个190竟然可以呈现在我的频道。我驾过E36啦，我驾过 F30了，驾过 G20了，只是唯一一个E46还没有试过了。所以如果有机会，下次可以试一下。哟，那个E36给我的印象是什么呢？它更加的 direct 哦，因为它换了那个方向盘manual的，那个感觉就是车会更加的轻的感觉，因为有时候是方向盘来做快。一个很好的一个3系列啊，所以日常生活这样没有问题啊。Eric 都是这样子每天上下，油耗也是不错啦。如果你在不中脚的情况下，它是一个蛮不错的车。然后它的油门是有那个 throttle controller 了，驾起来会比较轻松啊。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呢，那个油门会踩的会比较深、比较重的感觉。换了 adjustable， 整辆车都会比较跳一点啊。如果是驾原装的话，原装会比较没有这么翘，会稍微的软一点。但是你比起 luxury line 那些 luxury 还是更加的舒服一点的哈。想要买这款车的朋友们呢，是建议买 inline six 的，不要买320那种。要么就买323i， 可是323i 没有 M Sport 嘛，325i M Sport， 要么就320D， 而且买 LCI 会比较值得一点，因为之前的小改款以前是没有那个 screen 的嘛，这个会有，然后还有 iDrive system。
没有 reverse camera， 可是它有 show 那个 sensor 给你看前跟后，然后就这样。开始凉了，刚刚这边会比较热。OK， 非常感谢 Eric， 谢谢你，190。有兴趣的朋友们记得联络我们哈。这辆车的内饰真的是一级棒，外观也是不用讲。Alright， 190 325i 终于呈现在我这个频道给大家看。如果有兴趣玩这个车的朋友们，其实它是蛮好照顾的一台车，就是油跟水这样子罢了，而且 spare part 比你想象中更加的便宜。可是就是要用心这2个字。如果你是那种每天上下班只是驾车到一个目的地回家这样子，不会检查机油的朋友们呢，那这辆车就不适合你了啦。这辆车还是要去定时的看一下啊，到底哪一边需要更换的。更换的价钱不贵啦，比你想象中便宜就对了哈。好了，喜欢这个影片的记得点个赞啦。好了，各位，影片就到此结束啦。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，不妨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打开小铃铛。我是艾德尔，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